近日宫中发生了很多灾变不祥的异象，就好像安乐寺闹鬼的事，大家都在传言是宫女采梅还魂。这样的传闻对公主很不利，所以奴婢实在为公主担心。采梅一事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？还会有什么不祥之事？莫非你也早有所闻？回皇上，近日的确有宫女在宫中传说，说安乐寺中闹女鬼的事儿，还说那女鬼正是采梅。荒唐！采梅一事本是宫女之间相互愤怨的事情，跟公主有什么关系？简直是牵强附会，根本是无中生有。没错没错，奴才也不信。皇上，孟凡，你刚才为何要把这些白花剪掉？奴婢听说，竹树是万寿之物，一辈子只开花结果一次，但只要开过花后，马上就会枯萎。民间都有流传，但凡竹树开花，必有大灾。所以奴婢才斗胆私自把花剪掉，保佑皇上与大唐天下平安，望皇上恕罪。难道这就是宫中发生灾变不祥的异象吗？太子连京城也不愿意待下去了，说明他去意已决。当日密约公主图谋兵变之举，难道真的不存半点私心？重俊本来就胸无城府，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。当日他跟本宫和隆基就已经表明了心迹，除掉韦后母女，全是想保住大唐江山。这话自然不假。无论如何，太子此去就为公主的前途搬掉了一块绊脚石啊！如今在本宫面前，还有一块更大的绊脚石。公主指的是韦后母女。韦后竟然异想天开，想把她的宝贝女儿趁机立为皇太女，本宫自然不会让她的奸计得逞。禀告公主，皇上驾到。皇上请喝茶。红妹，多日不见，可曾安好？谢皇兄关心，小妹一切安好。最近你似乎清瘦了不少，难道是为母皇守孝的日子过得太清苦了？朕多赐你一些补身助颜之物，改天命人送来，你看可好？有劳皇兄费心了。皇兄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要多加进补的该是皇兄才对。对了，皇兄近日龙体无恙吧？近日朕寝食难安，心烦得紧，哪有心情吃补？皇兄为了何事心烦？不知小妹可否为你分忧？还不都是为了重俊这孩子？这孩子最近也不知道从哪儿犯上来一股执拗劲儿，居然向朕请奏，说他不想要再当太子。此时太平也略有所闻。重俊也真是的，他也不想想，他这么一来，岂不是大大辜负了皇兄对他的一番厚望？难怪皇兄这么动气烦心。此刻朝中正在为了祭立谁人成为储君一事各执一词，闹得是不可开交。一时之间，朕也没了主意。皇后欲立果儿为皇太女，而隆基则主张立重茂。梁王提议，请皇妹参详。皇妹，你素来足智多谋，八面玲珑，你若不能为朕出个主意，只怕普天之下再无人可为朕分忧了。立皇太女有违祖制，难服人心。至于重茂嘛，又太过年幼。这两者皆是有利有弊呀。是啊，的确是啊。
谁知道重俊这孩子又惹出这等事来。皇兄有此一叹，可以看得出，在皇兄心中，其实并不情愿另立储君。既然如此，小妹倒有一权宜之计。有何良策？愿闻其详。妹妹听闻重俊有离宫外迁之意，重俊身兼洛州牧，皇兄何不干脆把他迁往洛阳上任？费力之事就暂且缓一缓。洛阳乃历朝重镇，洛阳天下之中也，四国必争之地也。说不定重俊在这个古都之中，历练出一番治国安邦的宏图大志，回心转意呢。所言甚是，妹妹果然没有令朕失望，朕即刻回宫草诏。恭送圣驾。公主，奴婢实在想不明白，你是不明白本宫为什么要忽然倒过来保住太子。刚才皇上的表现你也看到了，皇兄根本不想这么快就废掉太子，与其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还不如顺着他的意，起码这样可以阻碍皇后立皇太女的阴谋。公主果然足智多谋。本宫还有另外一层深意，不管武三思和皇后如今是什么关系，本宫这么一来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。为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真想不到皇上居然接受了太平公主的建议，把事情压下来了。这个公主分明是在和本宫作对。看来武三思这个反复小人，真的已经跟太平公主同盟一线了。武三思，这个老匹夫，看我给你好看！甚至这一次太子的隐退，就是和姑姑一样，是以退为进。可能太子这一次请退，就是跟公主武三思他们暗中串通一气，正在准备联手合谋对付我们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不考虑啊。最近宫中散布出很多对你不利的消息来，看来就是他们散布出来的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先发制人。这次你前往洛阳赴任，务必要尽好本分。此外，也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儿臣遵旨。儿臣今后不能在父皇跟前晨昏定省，嘘寒问暖，还请父皇多多保重身体。洛阳乃是王气所重的历朝古都重镇，你祖母当国之时亦曾定都于此。朕此次叫你前往洛阳，当中深意你要擅自领会。两件事，上任之后，朕希望你能好好体察民情，造福百姓。此外，闲暇之余，多读贞观实录，好好参悟为政之道。父皇明训，儿臣自当谨记在心。老奴该死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奴婢一直侍奉殿下这么多年，居然离去，未免有些割舍不下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也真是言浅，重俊此去又不是不回来。皇后娘娘到。臣妾叩见皇上。请起，请起。儿臣叩见母后。免了。皇后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想问一下关于宴请梁王父子的事安排的怎么样？臣妾正想告知皇上，
明晚是梁王宠妾的寿诞之期，他们会在府中举行庆典。本来朕还想借此让果儿与驸马重修宴好呢。我看这样吧，让果儿带朕前往祝贺，顺便可以找个机会让他们重修旧好。哎呀，果儿的脾气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他俩还闹着别扭，他怎么可能低头屈尊呢？总不能够让他们俩就这么一直闹下去。这样，朕与皇后同果儿一同前往道贺，这下那个刁蛮丫头总不能有借口再推脱了吧？甚好。哦，皇上的提议甚好。太子殿下信上说，约定我们明晚攻入梁王府，打算一举除掉武三思父子、韦后以及公主。公主，怎么了？太子终于等不及，准备动手了。殿，时机紧迫，稍纵即逝。您认为我们是应该出兵还是不出兵呢？公主，这子到底是该下还是不该下呢？小福姐，听说你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太子他要去城外营建宅地，他要我一起去呢。不过这样也好啊，到了外面可以不用守宫里的规矩，说不定啊，还可以吃到宫里吃不到的美食哦。你啊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吃，哎呀，可是，在宫里头，才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。如果离开了皇宫，就等于离开了伺候主子的机会，那样前程只会更加暗淡。太子不过是要小夫姐到别府去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说什么前程暗淡啊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说的也对啊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哦。不管怎样，小福姐，你离开皇宫了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哦。我不会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多谢大家的关照。我走之后，你们可要多多保重哦。放福。怎么？你怕看斗鸡吗？没有。这个世上残忍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就好比宫廷里的斗争。来，不如你也来考考自己的眼光。你看是浑身黑毛的那头公鸡会赢，还是带红毛的？快点，别扫兴。那就选那个黑毛的吧。好，就这样，把他给我弄死。好，打呀你！对，快呀！快呀！打，把他给我弄死！好，快呀！快！
把这只输了的鸡给我杀了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孟佛，你还真是好眼光。你看，那只鸡那么窝囊没用，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败得那么惨？让我来告诉你，那是因为它自不量力，从开斗前就没有认清楚对方的实力。还有一点，因为它本就是一只并非一脉相承的杂种。杂种的鸡就跟庶出的人一样，无论如何都是绝不能跟正统的相比。本公主还真想知道，你看人的眼光会不会跟刚才的一样准确？恕奴婢愚钝，请公主明示。等你想要明白的时候，你总会明白过来。如果说让你来伺候本公主，你会如何？没关系，你这就回去好好考虑清楚吧。等你真正的认清了形势，决定要投身到本宫身边，为本宫所用之时，不妨再来找我。但你可要切记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之中是不会有多少机会飞黄腾达的。我也不会等你太久的。这是你赢的彩金，拿去吧。谢公主赏赐。明晚是武三思六夫人生辰寿宴，皇上、皇后及安乐公主将会到贺。李千里，末将在。你率精兵劲旅，先把梁王府团团围住，守住各个大门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领命。李多作、李思忠、独孤一之，你们三人只等援兵一至，即刻率兵进攻梁王府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末将领命。这一次，我们务必要把公主、皇后、武三思父子等人一网打尽。誓死诛除奸佞。木兰姐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看见小福了吗？没有啊。姐姐，小福，小福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身子哪不舒服吗？该不会是胎儿出什么问题了吧？姐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怕。怎么了，小福？太子明晚要兵变，说是要诛杀皇后、公主和梁王父子呢。此事当真？是我刚听到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姐姐怎么办呢？难道太子要夺宫吗？这可是要抄家灭族的大罪啊！姐姐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说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我……小福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古往今来，但凡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，必先要经历一番艰难险阻。他们这些皇亲国戚之间的关系，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轻易理解的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。小福，你听着，如果你真心喜欢太子，决定跟太子厮守终身的话，
那眼下唯一能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无论太子此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你都要对他支持到底。这样的大小，应该够我的孩子睡了吧？不知他是像我一样的男孩，还是像福儿一样的女孩呢？福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殿下想说什么？我已经打点好一切，明天早晨我会派人帮你送到城外的别府。福儿，你放心，等此事一了，我就会前去与你会合的啊。殿下千万要记住，无论孟福在哪里，我都会时时刻刻惦记着你，等你前来。我知道，我何尝不是也时时刻刻地挂念着你。还有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不妨放手去干。我一定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你，给你祈福的。福儿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王爷请用茶。好。王爷造访有何贵干？公主是个明白人，本王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敢问公主，对朝中局势有何看法？王爷因何有此疑问？本王以为，公主在这里守孝已有多日，不知是否有些静极思动呢？以公主如此盛年，又具如此威权，如若东山再起，该不知会有多大一番作为啊！王爷这么说，未免折煞本宫了。非也。眼下皇后把持朝政，祸乱朝纲，不臣之心昭然若揭，多少朝廷重臣早就看不过去了，只是慑服于淫威之下，一直敢怒而不敢言。公主若在此时挺身而出，一扫妖氛，挽狂澜于天下，必然尽收人心，天下也望风而复。别人不说，本王便定当会同声相应，替公主鸣锣开道。事情没有王爷说的那般容易吧？想那韦后窃国日久，权势熏天，在朝中上下早就布满了他的党羽。不过是一伙狐群狗党，不是本王自夸。公主若看得起本王，愿与本王共谋大事，互为生源，区区一个皇后，那又何足为虑啊？可不要忘记，皇后之所以能如此张狂跋扈，还不是因为有皇上在背后撑腰。
如果真的把皇后铲除了，那将置皇上的龙颜于何地？那就要看公主的意向如何了。天下唯有能者居之，何况公主本身也是贵为大唐宗室血脉，事成之后取而代之，效法当年太上皇的宏图壮举，敢问有何不可呀？哦，王爷这么说，真是令本宫有些费解。本宫怎么看，王爷都不像是为他人作嫁之人。公主果然是聪慧过人。只要是公主能够念及本王此番拥立之功，100年之后传位于犬儿，本王心意已足，自当别无他想。听起来似乎有点意思。那我们就此议定，公主一言九鼎，想必不会辜负本王吧？你以为本宫是什么人？为表诚意，以安王爷的心，本宫眼下正好有一个关乎王爷身家性命的大事，要向王爷密告。啊！王爷可知道，自己已祸在眉睫？太子已经决定挥兵直捣梁王府。郡王爷，你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？宫中将有一场不测巨变，为策万全，我希望你尽快随同孟福离开皇城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暂避一下。是太子要发动兵变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是福儿告诉我的。是他。郡王爷，事关重大，请你不要隐瞒奴婢。这次的事，是不是郡王爷也参与其中？郡王爷，求你告诉奴婢吧，奴婢真的很担心啊。本王也明白，不过我爹尚在权衡利弊，本王一时也决议不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本王也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无辜的牵连。那好吧。那你赶快去收拾东西，务必在事发之前出宫避祸。那郡王爷千万要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孟凡姐，小福，姐姐，小福，听说你今天便要出宫了。太子那么急着把你送出去，足以看出他对你的情谊有多深厚，也证明他不想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能遇上对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实在是你作为女子的福气。姐姐，你也一定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的。还是说，你已经找到喜欢的人了？傻瓜，现在还有说笑的心情啊！姐姐，不如我们一起走吧。姐姐正有此意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可是走之前，我要先回太子东宫一趟。姐姐明白，那姐姐在这里等你，你快去快回。洛奔，待会儿你务必替本太子好好把孟福护送出宫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命。记着，不管孟福如何向你探问，你千万不能在他面前泄露半点口风。今夜之事吉凶难料，本太子实在不想让他为我有半点担心。遵命，末将明白。福儿，本太子对你的心意，希望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倘若今日本太子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，只求你千万别为了我难过，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他
他日待我们的孩子长大，他会知道他的父亲虽然不是个明君圣王，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，但是绝对不是个懦弱的匹夫。他也曾为国为民，为大唐，为社稷，干出一番大事。太子殿下，既然有心成就大事，何不干脆杀掉皇后母女之后，自立为帝，为百姓造福？那是篡位，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谋反之事。你要知道，今日此举，只是为了除奸邪、清君侧、肃朝纲。我早已厌倦了宫中永无止歇的斗争。如今，我仅余一念，就是能与我心爱的妻儿共度余生，恬淡终老。什么太子，什么皇帝，我一概不当了。基就跟庶出的人一样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跟正统的相比。本公主还真想知道，你看人的眼光会不会跟刚才的一样准确？小凡姐，小凡姐，你这是要出宫办事吗？啊，小凡姐。你这就回去给本公主好好想清楚。等你真正的认清了形势，决定要投身到本宫身边，为本宫所用之时，不妨再来找我。但你可要切记，像你这种人，一辈子之中是没有多少机会飞黄腾达的。我也不会等你太久的。启禀殿下，末将已经部署妥当。好，皇后和公主来了没有？不但没见他们的踪影，就连太平公主和项王派来的兵马，也没见一兵一卒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会不会是出了什么变卦？他们理应不会有负于我，应该是在路上被什么事情耽搁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不能再干等下去，避免夜长梦多。我们只能率先动手，届时再让别人善后。所有人听命，即刻杀入梁王府。是。
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祝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，来，我们一起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上！王爷，王爷，发生什么事？外面，我。太平不是说明天晚上再来攻吗？怎么？公主，太子不是约了你今晚举事的吗？你怎么跟梁王说是明晚呢？这个武三思老奸巨猾，是条不折不扣的老狐狸。无论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，本宫都无法信得过他。何况眼下局势尚未明朗，他与太子之间这番较劲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与其把赌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还不如坐山观虎斗。等我们把这场戏看完了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太子饶命！这个时候，饶命有什么用？真是丢人现眼！怎么不见皇后与安乐公主？皇后临时差人来说，公主身体抱恙，皇后要陪着她，所以就不来了。难道你想一网打尽吗？哼，算他们命大。武三思、武重训，你们父子二人结党营私，专横霸权，更欺君罔上，祸国殃民，无法无天，逆臣国贼，人人皆得而诛之。本太子今日就为国除害，请君策，肃朝纲。爹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们父子二人在黄泉路上步步走稳，此恶已除，但首恶仍在。你们现在立刻随本太子进宫，诛杀公主和皇后。是。过儿啊，你父皇知道你抱恙在身，就马上过来看你了。你父皇多疼你呀！果儿，父皇看你气色还不错嘛。有父皇这份心意，女儿精神大振，当然不药可愈了。有病在身，又岂能视作儿戏？父皇还是马上传召御医替你来诊治。哎，父皇，女儿只是有些略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碍的，不用传太医，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不用传召御医，朕也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。你生的是心病，只要不去梁王府，不见那个驸马，这个病自然就不药而愈了，是吧？父皇，我公公在府内为第6姬妾贺寿，是何等的高兴。如果眼下我不给驸马一个下马威，日后他要是也学着他爹那样3妻4妾，那以后的日子要果儿怎么过嘛？果儿啊，你要知道，你既然已经是身为人妇了，就不能再这么任性了。要是让人家知道了，岂不丢人现眼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难道他们敢向父皇问罪吗？父皇，我是您的亲女儿，您可
不能不帮我呀。果儿，这一次父皇不勉强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跟驸马不能总是这样怄气，你总得找个机会跟他修好吧。叩见昭容娘娘。起来起来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，昭容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皇上，不得了了！太子密谋作乱，现在已经带领叛军从大明宫南门冲杀到宫里来了。我说嘛，我说这个太子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今天看来果然是个叛逆贼子。朕应该怎么办？请皇上马上亲临玄武门城楼督师迎战。督师迎战？太子存心谋反，定然已经把各处通道都封锁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反其道而行。请皇上马上传谕，命羽林大将军刘景仁调动飞骑将士守住城门，讨伐逆贼。好，皇上，玄武门坚固无比，再加上飞骑将士是羽林军的主力呀，可以一敌十，坚守之下，城池不易攻破。皇上，事不宜迟，请马上起驾，快走啊！公主，太子已经斩杀武三思父子，现在正准备攻城，去杀安乐公主和韦皇后。这件事情要是成功的话，那咱们是时候出兵了。还要等？等什么呀？等就是等。